华尔街日报社杜撰中国外交政策，乌克兰外交部紧急辟谣，这样的谣言谁最欢迎？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今天一天呢，看见两条新闻，很有荒诞喜剧色彩了。这两条新闻呢，都是跟中国特别大使李辉访问欧洲相关的。一条呢是美国《华尔街日报》说的，报道声称有西方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李辉大使在访问乌克兰、波兰、布鲁塞尔、德国、法国期间，呼吁欧洲各国承认被俄罗斯所控制的乌克兰领土属于俄罗斯，然后实现停火，并且要求欧洲各国政府把中国视为美国的经济替代者。《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呢，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然这个反响肯定不是友善的好评。结果马上乌克兰外交部部长库列巴就出来辟谣，说《华尔街日报》纯属胡扯，中国大使根本就没有这么说过。而且库列巴还把中国特派代表团沟通过的欧洲各国外交部门问了一个遍，结果谁都没听说过中国代表团发出过这种言论。随后库列巴告诉乌克兰人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别媒体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其实这件事儿是又一次反映了美国对中欧关系发展的紧张，所以中国、法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形成合作共识之后，美国利用各种媒体、各种官员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势，比如声称中国打算不承认东欧国家主权了，比如声称中国要出售武器给俄罗斯了。所以这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可以算是对中国政策的新一轮歪曲。所有这些言论的统一目标，就是要激发欧洲对中国的质疑和反对，破坏中国的战略规划。只要能够制造中国不再中立的这种假象，就必然会加剧中欧之间的对立跟纷争。那么美国就能让中国领导人过去一段时间的努力彻底付诸东流，也能够确保对欧洲的继续收割。其实只要持续的去看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就很容易明白中国在欧洲问题上的一贯政策，也不难看懂中国在中欧问题上的战略布局。包括李辉大使这次出访的顺序，先去乌克兰、波兰，然后去其他国家，也说明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消除相关谣言的负面作用。而且如果中国真的是突然改变立场，转而支持俄罗斯拥有乌克兰几个州，那么普京必然会欢天喜地的出来接待李辉大使，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普京不肯见面，让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冷遇？所以这些谣言的手段本身并不高明，多看看中国政府的历次正式声明，想上当都不容易。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不说这个谣言来自《华尔街日报》，那么国内互联网上有多少人会叫好，会觉得给力，会觉得这是红脸白脸的配合，会觉得这是敲打欧洲的套路，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专家的声音呢？其实这也不奇怪，每次中国国家领导人说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跟地位，国内一定有一股势力在网上叫喊联合国毫无作用，引导网民鼓吹中国应该脱离联合国，放弃在安理会的权利。每次中国国家领导人说要维护国际法跟国际秩序的权威和严肃性，国内一定会有一批人在网上嚷嚷国际法都是废纸，引导民众情绪走向中国自我孤立。中国领导人说了，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但是前几天大家也看到了这股势力在制造什么样的声音。大家还不妨看看自己身边有多少人是这样一边举着红旗，一边在支持跟传播这些架空中国政府正式发言、反对中国政策的声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有明显美国背景的声音似乎在中国互联网上特别受欢迎，谁反对这些个美国背景的声音，谁就会被打成1450。